长公主来慈善堂，找耳后有金莲胎记的孩子时，天空突然闪过弹幕：来了来了，公主即将把女主和女配这对双胞胎女儿找回去了。女主的爽文人生正式开启。女主看着娇软漂亮，女配黑瘦干柴，要不是金莲图案，没人想到她们是双胞胎。真的吗？我不动声色地放下头发，怯生生地指向慈善堂最白皙甜美的女孩。公主是金莲图案的胎记吗？整个慈善堂只有她有。她被带回了公主府，而我终于也忍不住笑了。妹妹，这一世没我挡灾，你还能顺利成为女主吗？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慈善堂内，长公主身着一袭华服，妆容精致却难掩憔悴。透过眼前密密麻麻的弹幕，我看见和我一同长大的精确，不停地在我面前转来转去，还时不时兴奋地撩起她的长发，展示耳后那朵金莲胎记。肯定就是我啦，这么特别的金莲胎记，我从小就有。怪不得我长这么漂亮，原来我是长公主之女，哪像你啊，又黑又丑的，看得我直犯恶心。陈云，你若是求求我，说不定我还能大发慈悲，求我阿娘把你带回去做个洗脚婢。她满脸的骄纵，下巴高高扬起，眼中尽是对我的不屑。我低垂着头不看她，只为了掩饰住嘴角的笑意。随即我故作怯懦地开口：是啊，我不如精确妹妹有福气。要是我以后实在过不下去了，妹妹能不能拉我一把？话还没说完，精确就急不可耐地跑去长公主那边，只留下一句话：你从前只能任我揉搓，往后也是。拉你一把？做梦！我不过需要你衬托我的美貌而已，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。看着她离去的背影，我终于笑出了声。8岁那年，抚养我的农户染上疾病意外死后，我被送到了慈善堂，和他朝夕相处整整10年。虽然素不相识，但我下意识想亲近他，所以在他一次次骄纵抱怨时，我宁愿挨饿受冻，也将自己的馒头和棉被分给他。他却误以为我可以任他践踏，所以在上辈子，公主通过金莲发现我们是双胞胎姐妹，让我们其中一人帮明安郡主以皇家血脉引出蛊虫时，精确告发了我带她出逃的计划，毫不犹豫地将我推了出去，让我成了那个载体。她当时笑着说：姐姐，如果逃走了，这份荣华富贵我就再也享受不到了，所以你为了我再受点苦，好吗？我因此被蛊虫噬咬全身，最后七窍流血而死。所幸苍天有眼，让我重生了。很快，精确如愿以偿地被公主府的人带走了。我盯着她的背影，嘴角微微上扬。妹妹，这一世没我给你当垫脚石，你还能当女主吗？公主找到亲生女儿的事瞒不住，谢精确因此上了玉蝶，成了正式的皇亲国戚。据说她很是得宠，公主还大摆筵席庆贺此事。她出行时是16台的金轿，近则有20几位侍女服侍，外有50多名侍卫保护。一时间，她风头无两，慈善堂乃至是京都所有女孩都对她羡慕不已，而我只觉得恐惧，因为我知道这根本就不是什么保护，而是监视。弹幕比谢精确先察觉到了不妥。不对啊，女配怎么没跟着回公主府？女主就这么被巫医给放血了？公主虽然最疼的还是明安，但总不能拿我们女主当载体吧？按照剧情，今天晚上巫医就能推算出女主适不适合当载体了。还好我们女主买通了丫鬟改变推算结果，可以放心期待女主的绝境反杀。看着这些弹幕，我忍不住冷笑。买通丫鬟，绝境反杀，两世了，她的手段还是一如既往啊。可惜这一次我要断她后路了。当晚，公主府灯火通明，公主府的婢女青儿被活活打死了。据说她因盗窃公主府黄金，被人举报，人赃并获。而谢精确也突发恶疾，一病不起。公主四处寻医，却都无济于事。很快，眼前的弹幕转变了风向。怎么会这样？女主竟然真的被引入蛊虫了。没事，女主有光环，不会立刻死去的。只要在10年之内找到解药，女主还能活下去。但女主不会立刻死去的代价，就是郡主的蛊毒清不干净。
好像这蛊毒来自苗疆，若是不能寻到合适的载体，便只有也能用苗疆的千灵花加郡主生母的骨髓，才能彻底治愈。这巫医在苗疆治疗蛊毒无数，怎么会对郡主的毒束手无策呢？是不是故意治不好啊？原来如此啊！了解情况后，我立刻满脸忧愁地找到堂主。哎，金雀妹妹的身子一直不好，如今病倒，我有些担心。堂主也一副忧虑模样，轻叹道：是啊，若是公主怪罪我们，可如何是好？她自然是该担忧的，毕竟如果不是她克扣朝廷发给我们的救济银子，我们也不至于一直吃不饱穿不暖，身体孱弱。哎，也不知道金雀妹妹因什么病重，我要能亲自照料，说不定她能好起来。堂主闻言，诧异地问我：你为何有这种自信？堂主您忘了吗？我这些年一直都有帮慈善堂的兄弟姐妹们找草药治病，我会这些是因为我曾经的养父是有名的神医，不仅会治疗各种疑难杂症，就连巫蛊之术也有办法破除。我虽然学艺不精，但不少偏方是记在了脑子里。我若是能进公主府，金雀说不定会好起来。哪来的神医，不就是乡下人会点草药罢了。堂主虽然疑惑，但他最是贪财怕事，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既可以免除责任，还能向公主示好的机会。很快，我被安排进了公主府。我很清楚，公主不在意谢金雀，但一定在意郡主。公主也跟我直言了明安郡主的蛊毒，许诺我只要治好明安郡主，赏金万两。我故作犹豫，可是金雀妹妹和我相依为命10载，我需见金雀妹妹一面，问问她近况，否则我不能安心为郡主治疗。我的话里带着一丝丝威胁，公主震怒下，却也认定我有几分本事才敢如此。她咬牙死死地盯着我，最后点头：可今日已晚，你明日再去见金雀吧。但若你治不好明安，你就等着陪葬吧。我出公主府的时候，就看到弹幕叹气。女配其实也挺讲义气的，女主清冷，对女配素来冷淡，但女配还愿意深入虎穴去救人。但女配好心办坏事啦。为了不让女主透露消息，公主正在给女主灌哑药。我扬了扬嘴角，我可不是好心办坏事，我就是故意的。第二日，当我踏入那间弥漫着刺鼻药味的屋子，和面容惨白、浑身狼狈的谢金雀时，我差点忍不住地笑出了声。他看到我后也无比激动，似乎是想要诉说着什么，可一开口只变成了沙哑的呜呜声，跟上一世临死前的我一模一样。我缓缓走近他，脸上适时地露出悲痛欲绝的神情，声音颤抖地问：妹妹，你怎么就病成了这般模样？是发生什么事了吗？说着话，我掐动着他的指尖，他的蛊毒被我引发，痛苦地蜷缩起来。他浑身颤抖，手挣扎着在半空中各种比划。可惜我看不懂，装模作样的把脉后，就摇头对早已冷下脸的公主叹气：公主殿下，我妹妹似乎服错药，并且失去了些精血，才导致缠绵病榻。我能让妹妹恢复如初。听到谢金雀能好，公主的脸色彻底难看了。谢金雀却惊喜地看向我，但我话锋一转，只是想要痊愈，需要一段时间。好在暂不伤及性命，我可以先为郡主医治。在谢金雀满脸不可置信的扭曲下，我施施然朝郡主的院落走去。明安郡主的确余毒未清，她斜倚在华丽的榻上，面色如纸般苍白，双眼紧闭，眉头紧锁，额头上布满了细密的汗珠。可即便是这样，她还是满脸不屑地看着我：你就是那个声称能治好我蛊毒的人。她的声音虚弱且沙哑，可相比上一世已经好了许多。我微微欠身，再次装模作样望闻问切后，轻声道：您是中了苗疆蛊毒，看样子蛊虫已经被引出，但余毒未清。还好，民女有医治的办法。闻言，在场众人皆是眼前一亮。我笑着开口：若要彻底治愈，须得苗疆的千灵花和亲生母亲的骨血。我话音刚落，巫医虽有些不甘，但还是点了点头。公主，这法子的确能清除蛊毒，只是那千灵花易得。这骨血嘛，先不说郡主的生母不知道是谁，就说失去骨血之人将终年缠绵病榻，
怕是找到郡主的生母，生母也是不愿意的。巫医知道这个方法，但从没提过。这犯了公主的忌讳，他冷冷地盯了巫医许久，让人将他拖了下去，一次不忠，百次不用。顷刻间，外面便响起了惨叫。郡主开口：“母亲，您可以帮明安找一下生母吗？”虽然抽取骨血强人所难，但明安不信他敢拒绝咱们公主府。公主没说话，屋内气氛逐渐凝滞。我开口破冰：“找不到也无事，只要郡主福泽深厚，单用千灵花也可痊愈。”这话一出，公主似乎松了口气，这才吩咐手下全力寻找千灵花。而等千灵花的1个月时间里，我按照弹幕透露的一些偏方为郡主调理，效果不错，郡主的脸色渐渐红润。弹幕的讨论声却越来越热烈。女配真的会治疗蛊毒啊？但她怎么会不知道？没有生母的骨血，郡主的身体会排斥千灵花的。到时候郡主要真出事了，她和女主不都得交代在这里了吗？我当然知道，但明安这个罪魁祸首，我凭什么真的救活他？我要他跟谢金雀一起死无葬身之地。但我知道，在千灵花被寻回来之前，我必须讨得郡主欢心，这样我才有更多的空间施展计划。还好，上一世的记忆让我轻易达成这个目标。明安骄纵地找7、8个男灵入帐，我没有怒斥他不知廉耻，反而给他配药，让他享尽欢愉之乐。在他将婢女活活打死时，我也会称赞他处事果决，有皇家风范。他以为我是一个理解他的人，对我越来越欣赏，俨然把我当成了他的闺中密友。我掐算着时机，在他最信任我的时候，我做出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。郡主，您的病，我恐怕是无能为力了。他眉眼一凝，神情瞬间变得阴冷。此话何解？你可是答应过的，一定会把我的病治好。我叹了声气，无奈地摊手。可我刚发现郡主的蛊毒渗入骨髓了，若是只用千灵花，郡主要承受5年生不如死的痛苦，才能彻底清除余毒。这种痛苦，一个寻常男子都忍受不了，更何况您这个娇贵之身呢？只有找到您的生母，抽出骨血，才能一劳永逸。郡主脸色难看至极。当天夜里，公主院中灯火通明，郡主的哭泣声带着几丝迫切。母亲，若不是因为您，我也不至于中毒啊。母亲，您帮帮孩儿吧，孩儿承受不住那样的痛苦。帮孩儿找找生母，用骨血救孩儿一命。公主耐着性子劝慰，可抽骨血，等于要了你生母半条命啊。明安，左不过没有性命危险，且先试一试吧。若是你能承受得住千灵花，岂不是皆大欢喜？明安沉默良久，又开了口。那若是承受不住呢？公主的声音不再坚定。那本宫自然会为你解决后患。那一夜，明安阴冷着脸离开了。明安又来找我了，他再三询问，若是没有骨血，有多痛苦？麻沸散有用吗？或者有什么方子缓解疼痛？我只是摇头。郡主，蛊毒和一般的病症不一样，是没有缓解办法的。如今最好的方式，还是让公主去找到您的生母。她冷着脸，可母亲不帮我去找人。我笑了笑说道，公主这样疼你，怎么会不同意呢？是不是公主今日觉得孤寂才心情不好？要不郡主想个办法讨她欢心？她皱了皱眉，让我退下了。1个月后，公主的心情的确好了很多。她面色红润，时常去京外的宅子过夜。宅子里面有郡主送给公主的男宠，男宠不是中原人士，面容妖异，身有绝技，让公主夜夜笙歌。可即便是如此，公主还是没同意帮郡主寻找生母的请求。但手下的人找到了千灵花。就在众人满心期待下，郡主皱着眉，将用千灵花熬制的黑褐色药汁一饮而尽。刚喝完药，郡主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，紧接着大口大口的吐血，整个人蜷缩在床上痛苦的翻滚。公主惊慌失措，派人把我抓到跟前。为何明安口吐黑血？你到底给他吃了什么？公主怒目圆睁，眼里满是杀意。我故作惊恐地跪了下来。公主饶命啊！我原来说过，千灵花如若没有生母骨血相伴，
是有危险的。郡主这是承受不住千灵花的症状啊！公主咬着牙指着我，又让人去狱中把奄奄一息的巫医拎了出来。从巫医口中得到跟我相同的答案后，长公主无能狂怒地将屋内瓷器砸了一地后，指着我怒吼：“把陈云给我关起来！若郡主有个三长两短，本公主定要你们陪葬！”公主一声令下，我便被侍卫押着关进了柴房。柴房里又脏又乱，弥漫着一股刺鼻的腐臭味，但我却丝毫不在意，因为我知道很快就会有人来陪我了。毕竟帮郡主调理身体的这个月，我反复作秀，让公主坚信谢金雀是我的软肋。只有拿捏住了谢金雀，我就翻不出公主府的手掌心。果然，就在不久后，谢金雀也被丢了进来，同时伴随的还有侍卫恶狠狠的警告声。公主说了，若是郡主无事，便皆大欢喜；若是有事，一定要杀了谢金雀，让你痛苦终生。谢金雀说不出一个字，只是用怨毒的眼神盯着我。看他脸上几个硕大的巴掌印，就该知道来柴房以前，公主已经迁怒过他了。他张着嘴，无声地说着几个字：“你是故意的。”我只静静地看着他，最后歪着头笑了。金雀，看来进入公主府之后，你的日子不好过啊。你总自诩把我踩在，可你看看现在的你自己，趴在地上，连条狗都不如。他愤愤地朝着我挥舞着爪子，可他体内有蛊虫，随便动一下，身体就痛苦地抽搐起来，最终只能不甘地倒在地上一动不动。这一夜，明安郡主的情况很不好，但他运气不错，熬过了第一轮。他醒过来第一件事就是派人带走了我。我被带去了城外的宅子，依旧被几位侍卫看守。眼前的弹幕密密麻麻。郡主把女配给偷偷带走了，公主以为女配跑了，气得开始对女主实施报复。为了逼问女配的下落，活活拔掉了女主10根手指甲呢。可害苦了女主啊！不过幸好女主还有女主光环，只要熬到明天，就会有人夜闯公主府救她出水火。真不明白，公主的心怎么就这么狠？女主不是她的亲女儿吗？亲生女儿？难道明安就不是她亲生女儿了吗？弹幕的话并没有让我感到意外，明安当然是她亲生女儿，还是她最爱的亲生女儿。上一世，我的灵魂漂浮在半空中，曾亲耳从公主嘴里听到实情。我和谢金雀的父亲是公主的前驸马，驸马仁慈博爱，在京中颇具盛名，深受百姓爱戴。可惜长公主嫌他无趣寡淡，对他厌恶至极，所以她爱上了会曲意讨好的面首，还怀上了面首的孩子，甚至她还假装不小心地弄丢了自己和驸马的2个孩子。在明安的出生之夜，驸马闻知实情，冲进公主府内，愤恨之下杀死面首，用自己的心头血为咒，给明安下了蛊虫。他死在了下蛊的夜晚，想解蛊，只能用他的血脉才能破除。所以公主疯了一样找我和谢金雀。我把公主是明安郡主生母的事情和一些可查证的证据，提早写了封信，塞到了郡主常用的妆帘。上一世，在谢金雀的算计下，公主让我成了明安的那个载体，害我被蛊毒活活折磨致死。这一次，我要让郡主成为我手里的一把刀，我要让上一世害了我的人自相残杀，永无宁日。郡主第2日便来见我了，她没有问我是怎么知道多年前的阴私，只表情阴鸷地对我说：“千灵花之痛，我不想再承受了。云晨，我若能弄来公主的骨血，你确定你能让我痊愈？”我笑了，那是自然，但我有个要求，我想让郡主帮我救回我妹妹金雀，倒不是真想救谢金雀，只是不提点什么条件，以明安生性多疑的性子，未必会信任我。他听到我的话后，眼底终于有了一丝笑意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话音落地，弹幕沸腾起来。郡主真要谋害公主取骨血啊？这事就算成功了，郡主痊愈后也会杀了女主女配灭口吧？女主本身是有女主光环的，女主曾经救过一个小侯爷，那小侯爷今晚就会派人来带女主出去。不要啊，小侯爷的人要是扑空了，女主怎么办？真的要被女配害的继续陷入危机吗？现在女主的光环很微弱了，不知道能不能再帮女主逃过一劫。看到这段话后，我满意的笑了。
果然，只要多坑谢金雀几次，他的光环就能不复存在。看来谢金雀真正的死期已经不远了。当天下午，在公主进宫为皇帝贺寿时，谢金雀就被郡主的人送到了我的院中。郡主似乎怕我们逃走，还派了2个侍卫看守。我在房间好整以暇地看着谢金雀，他紧闭着双眸，昏迷不醒，面无血色。我能清晰地看见越发壮硕的蛊虫在他的皮肉之间蠕动。第2日，明安郡主就回了公主府，弹幕同一时刻也为我实时播报那边的情景。明安端着一碗银耳羹出现在公主面前，母亲，孩儿的病已经好了许多，谢谢您无微不至的关怀。这些日子您照顾我，夜不能寐，辛苦了。不知道该如何感谢您，特地亲手做了羹汤，母亲喝下，夜里也睡得甜些。公主微笑着接过羹汤，深深地盯着他。果真是长大了，懂事了，我很欣慰。说完，她却忽然将羹汤放到桌上，笑了笑。不过这种粗活还是交给下人去做吧。明安愣了片刻，露出一个失望的神情。孩儿还不容易下厨一次，母亲赶紧喝下吧。公主端起碗放到嘴边，忽然她笑得很怪异。那明安就先替母亲尝一尝吧。明安笑容有些僵硬。不必了，我方才已经尝过了，还是母亲您趁热喝了。话没说完，羹汤被公主用力摔在地上，她盯着郡主冷冷地笑了，眼里满是防备和失望。可本宫怕吃了明安的东西后，便再也醒不过来了。漫长的寂静之后，郡主露出一个心虚的笑。母亲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感激您还来不及，难道还会害您？公主冷笑着，指着那碗羹汤。这些年，我从不曾亏待过你，我对你心有愧疚，为你倾其所有。可你呢？竟然在知道我是你生母后，就选择给我下毒。明安，我知道千灵花之痛难以忍受，可只要5年，你便能痊愈。我已经给了你郡主的身份，你为何如此不知足？你知道取走我的骨血后，我下半辈子就与废人无异了。明安跪在地上，垂死挣扎地狡辩。母亲为何会如此想我？难道女儿在您心中就是这样无情无义的人吗？她不明白，明明她的计划天衣无缝，怎么公主会清楚一切？可惜没人会告诉她，给公主通风报信的人是我。公主命令下人找了只野猫，野猫不知饱，享受地将地上的羹汤舔舐干净。顷刻之间，野猫便倒在地上，四肢抽搐，再没了声息。事实摆在眼前，明安白着脸，再不能狡辩。公主失望又愤怒地指着他：明安，我没想到你竟如此心狠。早知今日，我当初就不该生了你，更不该想尽办法为你续了15年的命。明安笑了，仰起头，露出一个阴狠的笑容。为我续命？若不是因为你这个浪荡的贱妇，我怎会被你驸马害得身中蛊毒，被病痛折磨了整整15年？我所有的痛苦都是因你而起，这是你欠我的，所以你必须用你的骨血偿还我。明安郡主疯魔的状态下说的话，让公主彻底失望。她只静静地看着明安。既然如此，你就离开公主府吧，从此你不再是我的女儿，可好？公主心灰意冷的话，让明安瞬间清醒了过来。没有公主的骨血，她只是痛苦万分，但失去郡主的身份，她连3天都活不过去。明安郡主似乎终于慌乱起来，哭着说道：不行，母亲，是孩儿错了，孩儿只是被痛苦折磨的一时糊涂了，您再给我个机会好吗？孩儿保证不会再让您失望了。公主擦掉眼泪，心疼地看着他。明安，我何尝不知道你的痛苦？你知道的，辛蒂一直嫉恨我，害死了他母妃。我若是死了，辛蒂会放过你吗？明安，我只原谅你这一次，若有下次。明安喜悦地拉着他的手，孩儿绝不会再有任何非分之想。公主似乎信了，她点了点头，让人送明安回了房间。可后半夜，公主府灯火通明，阵阵慌乱的脚步声四起。不好了，公主府进刺客了！来人，保护公主！公主不会觉得意外，她只会觉得悲凉和绝望。因为我不仅告密明安要给她投毒，
还说了明安郡主会花重金请杀手暗杀他。即使公主府的人连一个刺客都没抓到，但公主对明安花钱买凶的事深信不疑。一炷香后，明安又被带到了公主面前，她茫然地看着这一切。公主扬手，狠狠地扇了明安一巴掌。我已经告诉过你，下不为例。明安，我以为你会就此收手，没想到仍不死心地让刺客暗杀我。明安，你失去了我给你的唯一机会。明安委屈地哭着。不是的，母亲，这些人不是我找来的。您不要听信旁人谗言，我是真的改过自新。我这次是被冤枉的，母亲明鉴啊。明安是真的委屈了，可惜没人会信他，就像没有人会相信这些刺客不是来杀公主的，而是来救谢金雀的。只是我利用弹幕算计好了一切，将误会利用得天衣无缝。公主彻底心冷了，她闭了闭眼，直接命令旁边2个侍卫：来人，将明安赶出公主府，驱逐出京，永不相见。明安趴在地上，哭得浑身颤抖。可是这一次，公主异常决绝。天空露出鱼肚白，我避开众人，从上辈子得知的公主府密道，去了谢金雀所在的柴房。弹幕纷纷叹气，说谢金雀的女主光环彻底消失了。我笑意盈盈地看着谢金雀。金雀，我们10岁那年，我在悬崖边救了个小侯爷，但你冒领了这个救命之恩。你是不是用这个恩情向小侯爷求救，让他派人来救你出去？可惜了，那些人被公主当成刺客了。你说公主会不会查到你身上，以为你要派刺客杀她？谢金雀听到这话，浑身颤抖，他发了疯的想扑向我，却被我一脚踹了出去。谢金雀终于泄了气，他张了张嘴，似乎想问我为什么。我走到他旁边，轻轻把头发撩起。他看到了我耳后那个从未示人的胎记，跟他一模一样的金莲胎记。当然是因为我们是亲姐妹啊。我笑意加深，重复着谢金雀上一世说过的话。我想享受公主府的荣华富贵，就只能推你去挡灾了。姐姐，这个计策还是你教我的呢？他不解，嘴里发出呵呵声。我却懒得解释更多，直接往谢金雀嘴里塞了一颗药丸。蛊虫似乎收到了药丸的吸引，疯狂地往谢金雀的5脏6腑里钻。谢金雀浑身颤抖，不断有黑血从他的七窍流出。很快，他死了，跟我上一世的死法一模一样。我一把火烧毁了院子，黑烟滚滚中，我从众多弹幕里找到了关于明安的信息。郡主身体快撑不住了，早死早超生吧。不知道公主会不会派人对她赶尽杀绝，毕竟她手里还有公主的把柄呢。把柄？我终于来了兴趣。1个时辰后，我成功在京郊捡到了吐血昏迷的明安。明安已经出气多进气少了，但是没关系，我给他服用了一枚人参养荣丸，吊着一口气。他终于醒来，慌乱地拽着我的手。我还活着，是吗？我点了点头，用力挤出几滴眼泪。是啊，郡主，你还活着呢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公主为何将你赶了出来？原本您只要能承受住千灵花的痛苦，好好养着，还是可以解毒活下去的。可是现在没有天才地宝滋养，您活不过1个月了。您最后还有什么愿望？我一定会尽力帮你实现。他死死地咬着嘴唇，眼里恨意汹涌。为什么他这么自私？他都活了那么多年了，把骨血让给我又如何？刺客不是我找来的，他为什么不信我？这是他逼我的。既然我活不成了，他也别想好过。说完，他死死地盯着我，用恳求的语气说道：你帮我一个忙，我用毕生积蓄谢你。我坚定地点头，我一定帮你。方才金雀蛊毒发作，已经离世了，这都是公主害的，我一定要报复她。1日之后，整个京城都在议论着一件事。公主殿下生性放荡，这些年与不少男人交媾。不仅如此，她还时常命画师入府，为他们描绘春宫图。那些画师几乎都被公主灭口，只有1人逃出升天。我在明安的指示下找到了那名画师。因为公主的追杀，这些年他躲躲藏藏，家人都被杀了个干干净净。他恨公主，将几幅画作和书信都交给了我。画作内容不堪入目，
公主臀部的胎记更是刺眼无比。而那些书信都是公主为旁人所做的淫词艳曲，皆是她的亲笔书信。一时间，京中众人津津乐道。看不出来啊，万千尊贵的长公主竟然私下是这般模样，还不如青楼的妓子呢。你懂什么？越是尊贵的女人，就越是寂寞，说不定我脱了裤子也能爬上公主的床呢。这般无耻下贱的女人，也配享国家之养？边疆正在打仗，我们的赋税可不是为了养活这样的女人。一开始只是一些风言风语，可是当我雇了不少人闯进京郊外的一处宅院，抓到了正在和异域男宠恩爱的公主时，事情便坐实了。新帝登基不久，边疆战事吃紧，如今民心不稳，他又对公主恨之入骨，到手的罪名，新帝不可能不要。很快，新帝就以秽乱通淫的罪，将公主及府中一众人都打入大牢，再进行盘查。最要命的是，我建议明安送给公主的异域男宠，还是敌国的奸细。一夜之间，公主从简单的放荡，变成了唯一己私欲通敌。百姓们愤懑不平，国家内忧外患。最终，为了平息民愤，皇帝下了诏书。他声称太文公主并非皇家血脉，乃是太后养女。如今做下这般恬不知耻之事，已经将她废为庶人，游街示众。我听闻，这还是太后脱簪跪在新帝生母坟前1天1夜之后，皇帝才留住了公主一条性命。那一日，所有百姓都聚集在一起，看着脸上有刺青的公主，被绑在马车后面，赤裸着走了一条又一条的街道。百姓们将烂菜叶子和石头往她身上砸去，她头破血流，哭得撕心裂肺。最后，她被丢在闹市中，承受着百姓的辱骂和践踏。高傲的公主沦为了卑贱的乞丐。那天，明安兴奋异常，浑身颤抖。这个贱人，我不好过，他也别想好过。我死，他也得给我陪葬。我面露一丝担忧，轻叹一声：“郡主，她是不会死的。您忘了吗？她可是太后娘娘最疼爱的女儿。只要太后还在，将公主送出京后改头换面，她还是能安享后半生的。”明安笑不出来了。我无奈地说道：“罢了，郡主，你要报复也报复了，咱们只能做到这里了。除非他犯过什么人命官司，否则按照律法，他是死不掉的。到时候太后的面子能用一次，也难用第二次了。”明安陷入了沉思。我给他喂了参汤，转身离开了。次日清晨，京兆尹府门被人敲响。明安状告公主杀害驸马。他特地挑了个人多的时辰，用醒目的红字书写纸张。驸马生前做过不少善事，京城上下集体震怒，百姓纷纷围了衙门、京兆尹府和大理寺，更有不少愤慨书生求天子为驸马主持公道，否则便撞死在宫门前。事情闹到这个地步，就连太后也无法压下去。新帝正愁没有机会处死公主，火速下令，让锦衣卫3日之内将事情调查清楚。公主府的旧人都在大牢里蹲着，明安也将这些年找到的证据呈上。证据确凿的情况下，公主再也无法辩驳，认罪了。皇帝当日便命人将她拖去菜市口斩首示众。大刀闪烁着银白的光，公主的头颅从台上滚落。观刑的明安哈哈大笑起来，可下一秒，他瞪大了眼睛，直挺挺地倒了过去。完结撒花。虽然现在的结局早就跟原本的剧情差了108000里，但不得不说，只要把女配当成女主看，这个故事真是大快人心啊！好了，我们去看下一本书吧。至此，弹幕突然消失了，我也拉上了车帘，微笑着对车夫说道：“启程吧，我要带着郡主毕生财富，游历四海，去拯救那些慈善堂中孤苦无依的孩子。”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